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星期四啊，那么现在呢是欧洲巴黎时间的下午啊，接近傍晚的时间。我呢每天也喜欢就是这个时间呢出来散散步、透透气啊。那么今天呢就趁着这个时间呢，聊一下这个最近就是中国的一些经济的话题赚钱的话题。那么我最近呢看了各个国家的一些采访从这个欧洲到亚洲从这个德国法国到这个日本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政客们呢都政策都说的呢是非常的好老百姓呢对吧都觉得呢现在赚钱就变得很难，赚钱越来越少了各行各业的经济呢就没有前些年那么景气这个物价也是比较高的消费呢就不说买房买车吧，对吧？就生活当中的一些日用的东西都觉得比过去要高了一些都节省了。尤其呢像这个中国那么这两天呢，中国呢也公布了2023年的这个全年的 GDP 增长数呢为5.2%，是没有达到就是之前的预期的但是呢他们认为呢这个数字呢是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 GDP， 对吧？那么这个呢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发达国家本来它的基数就很高，对吧？它现在能够增个什么2%、3%已经很不错了，对吧？但是呢中国的股票股市上证指数呢今天收盘只有2845点，甚至呢在盘中还一度跌破了2800点只有2760点。昨天呢这个川普他还说了他说因为他那个在一个州获选这个选举获胜所以中国股市大跌我觉得这个川普呢他也是整天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娱乐性的新闻，对吧看来他当选还是有望的那么市场上呢其实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呢他觉得这个数据都是假的不可信，对吧？好像之前说过就是几亿人人均的收入没有2000块人民币那么这2年呢这个中产，对吧？遇到什么房地产还有理财公司到处都在爆雷外国这种大型的资本大的公司撤离的人也很多，是吧？这两天又传说什么微软又撤离了，然后呢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高都不报了，对吧？那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多人说这个中国经济肯定要崩溃，对吧？那也有的人他觉得呢中国经济呢虽然这2年是下滑了，对吧？疫情也有一些关系，但是呢在这种什么太阳光伏行业电动汽车行业高铁行业什么基建外贸出口对吧？那还是可以的还是有它自己的优势的。所以呢离这个什么经济崩盘这种事情还是非常遥远的，对吧？那么到底这个中国经济呢是怎么样，对吧？未来呢这个发展的趋势呢又怎么样？那我呢就从我的角度来聊一聊。首先呢你说这个 GDP 的数据，对吧？你说它真呢它也是真的因为各个国家呢其实统计 GDP 的这种数据的方式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标准，对吧？不是说他统计了他的 GDP， 然后他每一个写的非常的详细，告诉你
这个是怎么统计的，那个是怎么统计的啊，最后汇在一起给你看，对吧？那你说假的呢？那么前任的这个总理，对吧？这个李克强先生呢，他也说过啊，他说什么，他有一套反正什么克强经济的一个什么指标，对吧？还被别的公司啊，大型的投行给使用过啊，就算什么物流啊，算什么用电啊，这样的一种指数吧啊，他觉得呢就是更精确。纯粹的 GDP 这种统计局的数据呢，他觉得没那么精准，对吧？那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我的结论是啊，除非啊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自己的计算的这种方式啊，自己去计算去统计，亲手就是一笔一笔算出来，那样呢这就是100%的是真的，对吧？那么在这种实际的我们生活中或者说商业的这种场景中呢，对吧？这个经济到底怎么样呢？新浪财经昨天发了几个新闻新浪财经说呢，智利进口的这个车厘子的价格从2023年末这个高峰期75块钱一斤跌到了只有这个41块钱一斤过去的一整年呢，就是2023年水果的市场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其实是相当糟糕的，市场的需求是直线的下降的给这个水果的进口商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就是高档水果卖不动嘛，对吧？消费这个能力明显呢是不足的是比过去要差的。当然了，这个70多块一斤的这种进口的车厘子，对吧？这种水果呢，其实算是比较高档的就是在欧洲也不是大家都就是每天买的，对吧？那么前些年在上海的这种进口超市里面呢，什么徐家汇的这种美罗城什么港汇商场这种地下的这种进口超市我记得都要卖到200到300块人民币一盒那么水果行业呢，过去也有很多这种什么风险投资投资了很多那种连锁的水果的这种公司我还充过卡呢很多人都充卡这种公司给你办个卡，然后往里面充钱，一充就给你充个几百块上千块的他送给你什么9折什么之类的，对吧？那按照现在的情况呢，确实这个可以讲呢，在这种生活消费力方面呢，确实比过去的时间呢是明显的下降的，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说这个股市暴跌股市跌破了这个3000点的关口许多人都觉得这个关口是很重要的，对吧？那这个呢，我觉得主要有2点这个原因。一个呢，还是就是大家老生常谈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呢，目前呢，它还是在一个对抗的这种局面，对吧？那你说这个股市呢，很大的一部分呢，其实是讲这个预期的，是吧？其实它跟现在当下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那么你说全球的投资者，对吧，都会考虑到中美关系的这个部分的原因因为美元货币的这种主导性，对吧？你股市期货等经济市场呢，美国它就是老大你没有办法的。那你中美关系呢，就会占很大的这种权重，是吧？那如果说中美关系没有走向这种变好的这种局面呢，我觉得这个中国股市包括这个香港的股市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呢，都很难会有很大的起色都很难变得很好。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呢，是从这个今年还是就前2年吧，这个地区这种局势的稳定性变差了，全球的这种战事就多了起来。
你从这个俄乌战争，对吧，到中东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然后又是这个什么现在红海，对吧，还有这个朝鲜，对吧，甚至是台海两岸，对吧，都有这种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对吧？这个呢，就让这种风险系数啊就变高了。那像这种战事范围的扩大和升级呢，对全球的经济呢，其实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你比如说像这两天红海这边什么打那种运输的船，对吧？船运业的价格一下子就翻了好几倍因为什么？他们要绕着路走，最后导致什么呢？就是运输的时间就变了长了，货物的价格呢也变得贵了，对吧？最后全是老百姓来买单，对吧？物价就涨得更高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就目前来讲呢，这个股市方面呢还会有继续下探的这个可能性的远远不是说今天2800多点就是个底并且呢，我觉得就算未来真的已经有底了要往上攻，那么3000点呢，应该来说长期还是会在这个附近徘徊的就很难说什么再到什么5000、6000、7000、8000这种牛市，对吧？但是呢，同时就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中国呢现在对全球很多的国家呢，它都实行一个什么，就是单方面的这种免签就只要呢你是这个好一点国家的，或者说外国的，对吧？我就欢迎你来。在这种续签方面呢他们也给了很多这种简化的这种流程什么就近就可以续签反正就简化了很多流程，对吧？那么李强总理呢在这个达沃斯论坛呢，或者说许多场合吧，对吧？他也都表达了许多这种继续改革开放欢迎各个国家来进行交流，来进行投资，对吧？这种话题吧，这种诚意吧，是吧？那我个人觉得呢，虽然这个和就是你过去比如说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什么 WTO 世贸组织这类的由国家和国家之间呢双向或者说多边加强合作的这种投资的这种方式，对吧？建立的合作的效果比起来呢是要差但是呢这种形式呢还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因为这个中国呢，你对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来讲就现在来讲的这个中国它还是有超强的这种交通的便利性，对吧？你从高铁到什么航空飞机，对吧？到这种汽车租赁现在汽车租赁也都非常的方便了，什么电车充电桩对吧？还有像什么酒店对吧？这种5星级高档酒店商务酒店也是非常的新的，对吧？虽然呢那种大型的这种外资企业呢是离开了挺多的，但是呢这种中小型的这种商贸公司大家其实都应该从这种什么亚马逊对吧？什么这种海外的，像这个最近什么海外的这种淘宝对吧？还有什么拼多多这种 APP 上，对吧？都买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很多你们会发现都是产自中国的不管是什么手机数据线手机壳子日用家电什么反正很多我在欧洲这边其实很多东西，对吧？你都是从就是中国它这边产的买的。那么有这些产品呢，就会让许多的国家的人呢他就来参加这种经贸，对吧？现在签证呢也都方便了，很多都是免签，对吧？你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大家呢都可以来批发做贸易进货，是吧？这个东西呢虽然就是说它的利润呢它没有那么高，对吧？它还是一种传统的一种行业吧，但是呢这个是维持一定经济的一个老办法，
对吧？并且呢很长时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稳定住的，就是这个费用就是从这个方面渠道能赚到的这个钱，对吧？那么像这个东西呢，它主要还是受益于呢中国它过去几十年以来它坚持就是投入这个基础建设，对吧？就中国一直说我们这个钱投资在搞基建方面，对吧？那你如果说搞这种什么虚拟的这种东西，对吧？这个贪官这么多，说不定就给贪污了，对吧？或者说给什么资本跟什么结合起来收割掉，对吧？但是呢，你像这种大的基建像这种什么港口什么高铁对吧？机场这种商务楼还有这种建设的这种电网、互联网，对吧？这种公路、这种地铁这种东西呢，它其实都是长期存在的，对吧？你能用很久一段时间的，你说就算是有贪污，对吧？但是这个东西还存在，要不就是你说施工费用就贵一点，对吧？要不你说就算有当中有这种豆腐渣工程，那也是有一定概率的，对吧？并且它最多它也就是在使用寿命上有一定问题，你不会说这个东西这个钱投下去就消失不见了，对吧？你说你今天什么期货什么杠杆爆仓了，你这个东西钱就消失不见了，对吧？但是你像这些东西呢，你要别的国家搞呢，对吧？你说要把什么制造业迁到其他的国家去那么你要什么这种电网对吧？你这个电要能承受得住对吧？互联网你这个互联网也要快你这个像运输行业是吧？你要全国有这个公路像港口你造完东西你要能够港口运输是吧？还有像机场对吧？还有工人，对吧？这些呢，它其实都是巨大的这种成本还有时间你说起来很容易的，但是你真的要你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搞好，做生意很流畅，你都不知道有就是多少时间，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优势。那么还有呢，你说像这种什么电车行业，对吧？电动车就电动汽车，什么光伏产能业，对吧？你像什么小米vivo 手机对吧？这个手机类公司还有呢，就是比这一类公司就更大规格的一些这种公司，对吧？这些公司呢，它要不就是国有企业要不就是国有企业它参与股份的，它参与资本的，对吧？它获取资源的。所以呢，这类公司呢，它总体来讲呢，它受这种风浪就会小一点它能长期稳定的就获得经济的收益，对吧？你就像这2年这个房地产公司很困难，倒了一些，对吧？但是大部分的这种国有企业的这种房地产都没事，对吧？倒的都是一些什么民营的，对吧？这种公司那么最后呢，讲讲这个民营的这个企业你像民营企业呢，你这种什么民营房地产对吧？民营的一些这种理财的公司财富公司，对吧？这种像带这种杠杆性质的主要呢，它是以这种新的这种资本运作的方式，对吧？它比较先进的这种公司这类公司，他们呢，在这种经济如果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下行了，对吧？或者说经济就是它不稳定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们是很难扛住风险的他们是很容易爆雷的这个大家最近都看到了，其实，因为你像杠杆性质，对吧？你只要经济增速就放低了、放缓了，它这个钱就流转起来钻不动了，对吧？那么它的资金链断了以后呢，它就结束了。那么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很奇怪，对吧？你说像这种什么恒大或者这种什么财富理财公司就很规模巨大的这种公司为什么就不借给他们资金或者说就不去救活他们，对吧？
就看着他们爆雷主要呢，我觉得就他们这些公司呢，它虽然体量很大，对吧？但它很虚胖它这个钱呢，主要通过杠杆这种形式呢放大的。然后呢，他们公司也没有这种什么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这种产品，对吧？你比如说像这种什么房地产公司理财公司它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呀，对吧？换个公司照样能搞。而且呢，中国呢，它到底能不能重新恢复到什么78呀，像老早对吧这么高的这种经济增速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就是变得更好？这个其实没有人说得清楚的，没有一个机构说得清楚的，对吧？有可能这个国际关系缓和了，什么中美关系这种缓和了，对吧？变好了，那么它可能几年就可以甚至更快的时间。那也有可能呢它就像现在这样，它就一直下去了，对吧？10几年、20年就长期的这种缓慢的，就是降低这个 GDP 的增速它也是有可能的，对吧？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资本它就不确定，对吧？它不确定的情况下，谁会冒这种风险去借这个钱会救活这种公司呢？是吧？好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结论来讲呢，短期的话呢由于呢就是中国政府它控制着大型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所以呢这种大的基本盘呢它还是稳定的，还是稳得住的，对吧？因为说实在的，中国经济如果彻底崩盘了，那其实关联性很大的，对吧？它毕竟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那你说民营企业呢和个人的中小企业，对吧？或者说这种个体户本来你也想跟着就是说经济增长的风口你去获利的，想投资的，对吧？这种呢我觉得就比较困难了，对吧？那总体来讲呢，长期来看呢，对吧？还是要看这个国际关系就中国跟也不是光说中国吧，就整个世界的这种国际关系这种框架会怎么样好吧？那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来讨论，谢谢。